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与上一期节目相关。如果2期节目您都能看到，我想您会有更多的领受。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听见神的声音。基督信仰中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，而且这位神不受时间轴的控制。当然，对于今天的主流科学界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很多朋友也一直无法突破，到底如何相信神的存在。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每个人所认识的神都是不一样的，但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十分的确信神真的是存在的，因为基督徒可以听见神的声音。可能有些人不认同我这句话，至于为什么有的人一直听不见，恐怕是很多时候已经听见了，自己却不知道罢了。的确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找到自己与神沟通的方式，而以此有效的沟通，可能改变的就是你的一生。所以今天的话题非常重要，让我们一起领会听见神的声音。我们上一期节目分享了耶稣在撒玛利亚的故事，不过上一期分享的是后半段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前半段。在耶稣生活的时代，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，因为在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，大批的外族人迁入这个地区，所以撒玛利亚成为了多民族的混住区。可想而知，各民族相互通婚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这样，在犹太人的眼中，撒玛利亚人的血统就已经变得不纯正了。虽然相当数量的撒玛利亚人依然在敬拜耶和华，不过犹太人对此不屑一顾。耶稣的家乡在撒玛利亚北部的加利利，每逢守节，大量的犹太人都会南下前往耶路撒冷献祭。可是他们宁可绕路，并且2次跨过约旦河，也不愿意走直线经过撒玛利亚。此时的犹太人自我的优越感已经爆棚，殊不知他们却是最不认识神的一个民族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看似很属灵，但是只有他们自己内心才明白，是不是真的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引导之中。在神的眼里，真实和诚实是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，而今天却成为了对一个人的极高要求。耶稣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。不过，熟悉这个故事，并不一定代表着能够领会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。耶稣没有像犹太人一样绕路而行，而是来到了撒玛利亚，因为他要来找一位妇人。可能有人会说，看圣经这一段的时候，感觉是耶稣累了，坐在一口井旁，恰巧遇到了这位妇人吧？其实不是的。也许按照人的理解，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，但在神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必然。我们接下来会一层一层地剥开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来找这个妇人。我们看一看时间，刚好是正午时分，大中午的天气干热，基本没有人愿意出来。希望避人眼目的妇人刚好选择这个时候出来。为什么要避人眼目呢？因为这个妇人已经嫁过5个男人，并且正在和第6个男人同居，而这个男人并不是她的正式丈夫。别说是那个年代了，
就算是放在今天，一个女人结过5次婚，也是比较稀奇的事情。更何况她正与第6个男人搭伙过日子。圣经并没有介绍这个妇人为什么会过到如此地步，但至少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妇人当下的生活是不快乐的。首先，井位于城市的郊区，因为圣经中提到耶稣的门徒进城买食物了，所以来打水的距离远不说，还得带着打水的器物。因为耶稣向妇人要水喝的时候，妇人反问耶稣：“你什么都没有拿，怎么打水呢？”最后就是中午时分要顶着太阳出来，实在是一份辛苦的差事。耶稣向妇人提出要水喝，打破了2人的僵局。而这样一句简单的话，在当时可是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之前提过，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圣经中提到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。原文中的含义是，犹太人不会和撒玛利亚人使用同一个器具。耶稣提出要水喝，但是耶稣什么都没有带，所以必须要用撒玛利亚妇人的器具喝水。这无疑让撒玛利亚妇人大为吃惊。而耶稣接下来的话让撒玛利亚妇人更是兴奋。耶稣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；人若喝我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也许撒玛利亚人兴奋过度了，以至于错误地理解了耶稣的意思。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语言，大致是这样的：基督徒一般来说非常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比如说好的工作、丰厚的薪水、大的房子、漂亮的车子等等。人们都比较关心这在地上的荣华富贵，所以人们更希望得到眼前就看得到的祝福，祈求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往往是超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。就像耶稣给予撒玛利亚妇人的水，并不是人所理解的喝了就不渴的水，而是带着盼望的生命之水。耶稣一看这个妇人理解上有偏差，所以就说出了这个妇人最不希望被提及的隐私。当然，耶稣的语言是非常婉转的，并没有让撒玛利亚妇人无地自容。撒玛利亚妇人知道耶稣从未见过自己，但是耶稣却细数了自己如此不堪的人生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故事的转折点了。撒玛利亚妇人向耶稣询问其敬拜的话题。很多解经资料都将这一段解释为耶稣指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隐私，导致她非常的难堪，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连忙转移了话题。这个问题上我不这么看，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是为了转移话题，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就不存在了，同时也不符合圣经启示的真理。首先，我们确定的是，耶稣并不是无故来到撒玛利亚，也不是偶遇这位妇人。耶稣此次前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等待这位妇人。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撒玛利亚妇人一直生活在煎熬之中。不过，即便她个人生活一塌糊涂，但是她却是一个一心想依靠神的人。当耶稣说喝他的水不渴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妇人没有领会真正的意义。而当撒玛利亚人说出他隐私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妇人一下子就明白眼前的这个人
非同寻常。神爱世人，神总是会在很多时候在你的身边，可是很多人并不能认出与你同在的那就是神。而撒玛利亚妇人这一次做出了正确的判断。紧接着，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一直困扰她的那个问题。圣经的原文我们上一期节目分享了，这里我就不重复了。在这里，我想用大家能听得懂的现代语言翻译一下。这个问题就是：我一直想依靠神，我一直都去教会做礼拜，可是我的生命却从未改变。有人告诉我，可能这间教会有问题，让我换一间教会试试看。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现实中，很多基督徒一直都在寻求神，他们读经、祷告，去教会做礼拜，可是他们却从未感受过神的同在，从未听见过神的声音，所以他们的生命也从未被改变，就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。而耶稣启示他的真理是，敬拜神并不是宗教仪式，你需要的就是将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。说白了，我就是这么差劲，我就是这么无知，我就是这么放荡不羁，我就是这么死性不改。如果在神面前都不能把真实的自己显露出来，神又如何救你呢？虽然在人面前我们都伪装在面具后面，但在神面前我们的一切都袒露无遗。马太福音第9章13节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自己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基督可以在炎热的正午等候一个无人理会的撒玛利亚妇人，自然也可以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。最重要的是，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能分辨出来这就是神的声音，而这个声音能够彻底翻转你的人生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自认为是教会中高尚的犹太人，觉得自己品行端正，觉得自己十分属灵，他们看不起教会中的撒玛利亚人。千万不要轻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，骄傲会使你的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到。马太福音21章31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耶稣基督最常教导人的话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可是前提是你必须能够听见神的声音。自以为义的人一定是听不到的，唯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最后我们来分享约翰福音第4章第6到第18节。在那里有雅各井，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她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。
妇人说：“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。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；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